这次我们来到垦丁国家公园里的华泰瑞苑，享受背山面海的美丽风景。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住一晚的体验到底如何吧。对待美，我是 Cecil。Hi, this is Josh。欢迎收看 Cecil 生活频道。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新的饭店啦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垦丁的华泰瑞苑。对，那就是来开箱这一个垦丁算是最高级的饭店给大家看。那一起来跟我们来看看吧。好。华泰瑞苑位在垦丁国家公园里，前身是1960年代的蒋公行馆，后来改建成现在的度假饭店。饭店依着山坡地势而建，周围被森林包围，从部分房间和公共空间也能看到巴士海峡的海景。和垦丁大街的热闹气氛不同，这里的感觉比较安静，很适合来度假。这湿毛巾可以拿来擦手。这是他们馆内的活动，看起来是很丰富。然后有周边景点的免费接驳。好喝吗？还不错啦，就是饮冰茶饮很诚意的是把那个柠檬也加进去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边的房间。我这次订的呢是海景的套房，海景双人房，它是一大床的房型。那一进门呢就可以看到浴室跟房间的分体，就是空间算2个人住算大，但是也不是到非常大。它这边还有更大的房型。那可以看到的话，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双人床，看起来应该是很好睡。然后迎宾的小点就已经放在床上了，这边就可以当小点心吃。充满了玉蜀黍都是玉米做的洋葱圈、玉蜀黍和那个爆米花，它有一个那个感觉很有质感的木质蓝牙音箱。对，它这边到时候可以来使用。它整体的空间其实也是木质，跟我们家里其实有一点点像，所以难怪你会喜欢这样的造型。没有，其实我完全就是想要看海景而已。然后我们讲到海景，我们来看真的是不是能够看得到海景好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边的海景套房的海景到底是怎样的。其实跟刚刚在那个阿拉比看到的那个角度很像，然后也可以看到泳池，好多人在泳池。对。我们这次运气很好，因为其实呢前后各有一个台风，但是这个周末呢今天天气超级好的，我觉得就是运气还很不错，对吧？然后它的电视很特别，先在一个镜面呢，就是一个镜面呢。当你说魔镜，请赐给我电视的时候，它就秀给你电视了。它有镜子跟那个电视的效果的功能。然后呢，来看它的浴室。先讲它迷你bar嘛。看它的迷你bar有什么东西？它已经有帮我们弄了一壶水了。那这边的水是就是算是环保啦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外面就有一个饮水机可以去取用。对，然后也有一个咖啡机。看看。它有提供那个水壶这是给我们用的。你感觉好像很实用，这不知道要不要收费，还是送？那是免费的哦。然后有那个咖啡和茶可以泡。然后它的冰箱对，我记得它有写它的冰箱饮料是可以用的，就不用收费，它那个有写。还不错啦。对，有4罐饮料可以让我们使用。这边还有热水的，泡面。因为外面就有这饮水机，对，也是。对啊。那来看他们的浴室，哇，有一个蛮大的浴缸，今天可以好好的泡澡。那它也是干湿分离，对，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免治马桶，对，然后这里放的那个沐浴的地方，它的沐浴用品叫做 Carty， 这个我没有用过。Carty， 不要讲 Carty， 哪有 R 的？这边泡澡还有附赠浴盐哦，很贴心。吹风机是 Panasonic 的，就是这个比较普通。它这里房间还有附设一把雨伞，那当然希望不要用到它啦。对，然后衣架的那个设计也很有趣，还有那个灯，就是还蛮多造景的。这是他们附的室内拖鞋，很精致哎，是像日本的那个草履鞋。
好，那这就是它的房间的介绍。我们晚点再来看这边的其他的设施，然后顺便去游泳。这边有一个生活探索室，看起来就不是给小孩探索，是给大人探索。看起来是很有历史的。对，因为这个饭店呢，它其实是改建自那个蒋中正的一个习惯。他当时就是这边毕竟是地处边陲地带，必须还是要有一个他的度假行宫。他就是视察当地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一个让地方让他住嘛，所以就是建了这个。那有这个风格真的非常的那政治的感觉，政治历史50、60、60年代华国美学的感觉，真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些文物能够保持的我觉得算很好了。这个应该去考虑。你看蒋公寺是已经多久了？对啊，但是这边我觉得看起来没有旧的感觉。小商店，感觉是在地，还有他们的沐浴用品。高级，米拉诺的，所以是高级的。米拉诺不一定是高级，也是。对啊，这里是他们的 SPA 接待处，不过我们有要来做 SPA。这边除了1、2馆之外，还有一区是叫做森林套房，然后健身房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去看看健身房。这边是小孩子的娱乐室，适合小孩的区域。好，碎花棋盘脚，像这个乍看我以为是披萨，对，但是真的是碎花棋盘脚。感觉就是 villa 这个区域。健身房有吗？没有，它的健身器材我觉得不行，只有2台跑步机跟一个脚踏车。这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台湾的饭店很常看到的状况，就是没有那么重视健身房的器材。没有，你要看台湾人的那个习性啊。台湾真的来这边主要住客还是台湾人的健身风气也没有特别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真的健身风气台湾对不够，所以他们就对，然后我觉得像日本也不够，所以韩国呢？韩国其实比较没有住饭店，比较不知道。但你看我们去泰国的饭店健身房都蛮有模有样的，但这样泰国人有特别健身风气有特别好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们欧美客人有多少啊？对，欧美客。对啊，我们台湾欧美客又比例又是多少？就虽然它这边健身房比较阳春，但是呢，它的优势就是美景。就这边，如果你踩这个跑步机往窗外看，那个公益字真的很漂亮。我们现在要来去游泳啦！对啊，用这边的泳池。对，天气很好，很不错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昨天因为下午太多人在这边游泳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早上来，比较没有人。前面这边它有一个更衣的区域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借浮板、泳圈跟毛巾。这边早上还有池边瑜伽的活动就许说他要好好的日晒，不然他太白了。但我是防晒派，所以就是能不晒就不晒，避免老化。到时候皱纹。我觉得有常晒太阳还是有差。我们就趁这个机会，华泰乐苑住宿它有送垦丁国家公园的优惠券，然后我们就用那个优惠券来玩一个，其实已经买了1、2年的实境解谜，终于趁这次机会把它玩完了。来这边观海楼的嘎嘟嘎嘟吃午餐。好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现在人在观海楼的顶楼，它是一个景观餐厅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位置是朝向大概是垦丁大湾，就是所谓垦丁大街那个方向啊。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方向所看到的是那个
大剑山的部分，那它是垦丁的地标。那除了大剑山之外，它后面也有一个山叫做大圆山还是小圆山之类的，就是一个尖一个圆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再往海边那个方向走，可以看到那边是垦丁大街，什么凯撒大饭店啊、芙蓉还福华饭店在那一带。左边那边有一个小岩石，它是那个现在以前的救国团，现在的那个垦丁青年活动中心的位置。然后那上面有一个岩石，它叫做青蛙石，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外形其实长得蛮像青蛙，它是背朝我们，然后面向海的部分。那如果天气更好一点的话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那个帆船石，好像这边是看不太到帆船石的，可能还要再高一点这样子。对。我点的是辣味海鲜奶油意大利面，那我觉得它的口味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，虽然这里价格不便宜，但是这个餐厅呢，它是可以看到很棒的风景，然后餐点的话，味道其实是不错，就是价格稍微贵，但我觉得可以接受啊，就是当来这里休息看风景，又可以吃美食。好，那我点的部分的话是那个麻油鸡炖饭。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有一些姜的味道。如果说你很喜欢姜味的人会很喜欢。那鸡的部分的话也是算蛮嫩的，就是不会有很柴的味道，柴的感觉。它搭配一些香菇，其实就是增加一些口感这样子。炖饭的口感就是比较不是台式那一种，就是整个软烂里面有硬度在里面的，算不错，我喜欢。我们跑来一个可以吃关东煮跟咸桂的地方来看夕阳，就是就绪找的关山私房小景点，也不是私房嘛，就是环村当地人这种人会来看。对啊，因为它其实生意还不错，结果最后云都下来了，太厚了，还是看不到夕阳。要看夕阳太难，看日出比较容易，对你来说有点不行，你不行，爬不起来。外面天气非常好，所以才会有人春眠不觉晓。现在已经是夏眠了。你觉得现在几点了？你知道退房了吗？这么晚吗？对，我就说你夏眠不觉晓。我们现在要来去吃早餐啦。那么餐前会有手工面包，然后有8种套餐，再帮我们做8选1。好，待会帮你准备果汁跟面包。好。这是餐前的面包，都可以再续，然后有搭配蜂蜜马告、奶油跟油醋。它饮料有附西瓜汁，然后另外有点鲜奶茶，就许是拿铁。这边的早餐呢是点餐式的套餐，那有5种荤食的可以选，以及3种素食的。那如果是没有算在房间人头的有儿童餐是要300块，选择蛮多的。那我选择了樱桃鸭胸冬粉，那就是选屏东五花肉燥饭。现在我们的餐点来了，这是Josh的肉燥饭，配上水果跟小菜，很丰盛。然后这是我的樱桃鸭胸冬粉，我很喜欢这种比较中式的、有在地感的早餐。这边餐点吃起来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很平实，是好吃的。我虽然也没有到特别惊艳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分量和吃起来的口味，我觉得都很刚好，还蛮喜欢的。就是快速的完食，还好啊。我就觉得就是这个，我原本怕说我不太敢吃，因为它里面这种火龙果不是我爱的，但是它的味道没有，还有调味过。它只是有那颜色，但是没有那火龙果味道。好啊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住华泰瑞宴的体验。那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一个非常令人放松的一个住宿的地方。我觉得在这边可以
带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就是去外面那种度假海岛的感觉，果然垦丁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。虽然就是距离的部分来说还是有一点遥远，我们从台中这样开过来，就是也是花了大概至少5个小时以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这边还是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度假氛围在。其实在这边的饭店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这个景是很多饭店是没办法达到的，包含就是在垦丁大街那边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有这么样 sweeping， 就是非常宽广的海景这样子。然后它本身也有一些历史的部分在里面，毕竟它曾经也做过蒋公的行馆，然后也离垦丁森林游乐区也算蛮近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。这一间真的是我觉得，如果说要再继续续住的话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。对，我觉得它这里的氛围就真的很放松。其实这间饭店蛮久以前就想要来的，就包括我们这次还去玩了一个实境解谜，那个是快3年前买的。那因为那个解谜就是在垦丁国家公园这边，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就是离垦丁国家公园非常的近，然后它其实要去垦丁大街也不远，算是坐落在一个不会太离闹区不远，可是它又有山有海的一个真的是很绝佳的地点，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饭店最大的优势。那搭配它整个的设施，我觉得就是其实算我觉得简单，它的设施其实没有到很复杂。对，那尤其像健身房，我觉得真的有点阳春，但是它的游泳池是真的很舒服，尤其躺在池畔，你往前看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蓝天，那我觉得就是整个那个放松感觉是很高的。然后而且我们运气很好啊，我们来的这一个周末呢，前后都各有一个台风，但是这个周末是天气超级好，尤其就许他这一次呢，就是他自己有跑一些自然的景点，看到超多动物，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来这边的那个独特的体验，就包括像现在是那个老鹰的季节这样子，他可以看到他真的看到超多的，不少是真的不少，所以还蛮开心的啦。就至少这一次，天时地利。人和就不一定，没有也合啦。老板要讲什么？好，我们来我们来看看这一间是不是海景套房。老板是怎么啦？我来讲好了。对啊，虽然垦丁这边的物价现在很多人说就是太高了，对，所以觉得来垦丁不如去冲绳。那我自己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有讨论过，你台湾跟其他只能跟日本比，你跟其他日本或东南亚的地方比，你跟其他像新加坡、韩国、欧美比起来，台湾其实我觉得房价也不会特别贵，真的。对，就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必要比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风景都很美，我自己也很喜欢冲绳，但我觉得美景就是美景，都可以去，没有说你去冲绳你就不能来垦丁。那我觉得在垦丁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，就是所以我觉得之后也还是会想再来啦。对，然后当然冲绳我还是会去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跟留言，也欢迎订阅我们频道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